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超人少年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阿仔师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借钱的经验？借钱它就像是一种生活艺术一样，你不借他钱，感觉好像感情不好；你借他钱之后呢，你以后要跟他要钱，变得好像是你欠他钱一样。今天我们超认真兄弟茶局要跟你聊的就是借钱。借钱这件事情，我算是非常的有经验。不管是跟人家借钱，还是跟人家要钱，或者是像我们工程款别人拖款，这我算是非常的经验老道。这一集呢是我的人生经验分享。你的100万经验分享。我们还没100万订阅了，快了。人家欠你100万。对，这是人家欠我100万的分享。总而言之，这故事大概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有借了一个朋友钱，因为他呢跟我的工作呢其实是有互相合作关系的，他预支了我的钱，他最后发生一个最严重的事情，就是他挪用我们公司的钱，然后去补他的债务。而这故事的细节呢，在 Podcast 里面大略的提到，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八卦的话，你可以去那边听到底怎么发生的。但是这一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借钱的概念，所以在这一集我们会分成3个步骤：一、借钱的基本原则；二、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不让跟人家借钱，或者是拒绝别人借钱；三、如果你现在钱已经借出去了，或者是别人正欠着你的钱，那你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就用这个3大项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可以怎么处理。而最后呢，就是人难免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以后如果真的遇到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跟人家借钱？借钱借完了之后呢，你们2个感情会越来越好，而且完全没有疙瘩，而且还会常问你说，你什么时候还在跟我继续借钱啊？今天我们泡我兄弟茶第一杯，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啊，借钱的基本原则。基本上我这个人从以前到现在借钱的经验算是蛮多的。你常跟人家借钱？我没跟人家借过钱，除非这种麦当劳，你可以借我100块，我买个麦当劳，或者是我没带零钱，反正借我20块投零钱。基本上我没有在任何工作上跟人家借钱。如果你现在看到频道有任何人我还欠你钱的话，我还你2倍。我从以前到现在其实蛮常借钱出去给别人的，当然很多最后都没有还嘛，有一些就最后感情也不好了，最后就是有些人直接人间蒸发消失了。到现在至今手头上还欠着我钱，大概有20几位。他们都不还？有些人很努力在还，有些人慢慢还，有些人就是反正他时间就是拉长。像我同事现在也就是每个月会还我钱，超认真无息借款，公司立案，合法经营。你看，其实关系良好的借款是完全不伤情感的，因为你知道他有工作，他会准时还。所以首先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借钱原则是什么呢？一，当今天我把这个钱借出去的时候，你就要想这个钱永远不会回来了，因为基本上借钱的人很多种，有些人是有策略的借钱，有些人是3级用钱，或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吃饱没事干，无聊跟你借个钱拿去花，这种很多，你不要觉得没有。所以常常为什么搞到很多人借钱借到后面就是感情变得不好，或者是互相不爽，狗咬狗一嘴毛。那原因就是因为我借出去的这个钱，你已经动摇国本了。如果你今天再不把这个3万块、5万块要回来，那你的房租都缴不出来了，你就要被迫搬家了。明明我一开始是帮你，然后为了帮你过这个难关，借你个3、5万块，结果现在搞到我家破人亡，不对。你要定好这个原则，就是今天这个钱借出去它不见了啊，你还是可以坐在这边哈没事的拍片，然后每天开乐喝茶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叫闲钱。借出去的钱不能是关键钱。你要说你的房贷、你的房租啊，就大概你至少要抓6个月或者是到1年以上，那它就是不能动的钱，因为说不定你随时会被裁员啊。第二个就是保险的钱，家里的生活费，这个是不能动的。你在没有工作的状态下，至少要半年、1年以上，只是你账面上有这个钱，但是它不是你应该借出去的钱。那既然讲到这样子，你身边一定就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，你的生活过得不错啊，我看你车子都开双 B 啊，或者是我看你就是吃得很好啊，常常吃米其林啊，买不错的衣服啊，然后戴不错的手表啊。这个时候，第2炮我要跟大家讲如何拒绝别人借钱。借钱是一门生活艺术，要拒绝别人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艺术养成。他应该要放到国小的公民课本里面去教人家大家。这样去福利社的钱就被拒绝借。我跟你讲，如何拒绝人家很重要，拒绝要如何拒绝的好，不伤感情。这个时候你要想到人性的原则是什么？你会跟谁借钱？亲朋好友。你的亲朋好友，如果今天有一个是乞丐，你会跟他借钱吗？当然不会啊。那你如果今天亲朋好友里面有一个是过得比你更惨的人，你会跟他借钱吗？他是最后面的序位了。那怎么样让人家看起来你过得很惨？所以要装穷。也不是装穷，因为基本上我个人的原则是这样子的：5年以上我会有一个借钱的扣打，10年以上我会有一个借钱的扣打。比如说我跟你认识5年，那我可能10万内生活应急我会愿意帮你。那可能10年以上，那我可能就依照事情的大小，然后去决定我可以借他多少钱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今天你的好朋友打电话来就说，曹文珍，我最近需要手术要动一笔钱。这个时候你如果是他的好朋友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下一句不会说我不相信，你把医生证明开给我看。不对吧？问他怎么啦？哪里出问题啦？我要割盲肠，我没保险，我现在要马上动手术，我没有这笔钱。这个时候，你第一个想法要想到说，是不是诈骗？现在 AI 很厉害，就是它能够用人的声音，然后去变换它的语气哦。好比说，我做一个测试，我超认真啊，盲肠炎突然发作，明天就要开刀，能不能跟你借个3万块？
刚刚那段是我的后置用动画 AI 做出来的。就是你如果平常没有听得这么仔细，其实你会很容易被骗。第二种，我们讲到它是真的，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拒绝人家呢？我个人就有几个方法。我自己在银行有不同的户头嘛，我会有一个就是钱非常少的户头，跟我借10万，然后就打开就说我只有5万，借5万。你讲的是第二个方法。如果今天这个人跟你借10万，你跟他真的就是很相挺的朋友，从小穿同一件内裤长大，但是你明知道这笔钱出去你就再也不会回来了，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衡量你们的友情到底价值多少钱。如果他跟你借10万，我个人会有一个好方法，就是借他一半就好。他如果要跟你借5万，那你就借他25000块。第二个25000出去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想他会回来了，你就想说，就算他不回来，你还能够跟他保持这个感情的话，那就25000。你如果因为这个25000最后跟他翻脸的话，那其实你的友情就跟他就是25000而已。就是拒绝方法一，现在手机很方便，你直接做一张就是钱比他更少的钱给他看，你看我过得多惨。第二就是，其实就是我现在的现实状况，就是我会打开我的银行负债，就像说，我跟人家外面借的就是10万20万啊，你赶快借我钱，你不借我钱我就完蛋了。这时候我就会打开我的银行贷款，然后看，你看我现在欠银行8000万，我都欠银行好几千万了，你还好意思倒我7位数的账？然后第三个就是，如果你真的万不得已一定要借他，他可能是你的兄弟，他可能是你的真的就是有血缘的亲戚的时候，那我觉得也是量力而为，降低风险的一个方法，就是他可能形容了一个10万块的金额。那你可以折中，就说我可能没这么多现金，但是我可以借你一半。那通常这个钱借出去的时候，我以前的所有的经验就是，基本上这个事情就算是结束了。所以以前古代有常说一句话，你要跟这个朋友拒绝往来，最快的方式就是借他钱，就消失给你看。人消失了怎么办？其实也不一定借一半人会消失啊，有时候借全了也会消失啊。反正他就是人生的过客，每天总是有很多的过客。你回想一下，你国小跟你称兄道弟，你觉得你们会当一辈子的好朋友，现在在哪里？你再想想，你的国中、高中曾经坐在你旁边，考试会愿意借你抄的朋友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我们都只是过客。那接下来第3炮，我们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，如果现在此时此刻的你已经把钱借出去了，那你应该怎么办？接下来也是我的人生经验分享，你要把它分成2类人，第一类叫做找得到人啊，第二种叫做找不到人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还是要给各位债主们有一个健康的概念。你是不是3天2头会传讯息，然后说你什么时候要还钱啊？或者是3天2头跟你讲，就是关心他爸爸妈妈，关心他祖宗18代。这个是叫做你让他还记得，他还欠你钱。但是我个人用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一开始我在传赖的时候，我的开头第一句不是说妈的什么时候要还钱，我会先传一个无相干的事情，就说你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人长得好像你，先看他会不会回你。你知道现在那个赖那个讯息跳出来就第一行，大家可以瞄到或者这样，你先看他会不会点开。好，如果他会点开，表示今天这个人找得到人，或者是你知道他住在哪里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讲找得到人的处理方法。想必有很多人一开始在借钱的时候，你们就只有赖的讯息，或者是只是电话，或者是口头之交吧。假设我找得到这个人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签本票。本票其实是有一个固定的签法，还有一些法律效应在的。你跟他说跟我借钱可以，你先签本票。那他如果连本票都不签的话，那你就不要觉得他要还你钱。本票是一个在书局里面你都买得到的东西，或者是你在网络上上网列印都可以。但是你要记得有几个详细的重点：一，从头到尾必须要由那个人亲自写；第二个，受款人跟发票人，所以你要这样写对。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写本票给我他把发票人跟受款人写反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签完变成我欠他钱，谁比我更惨？超惨。最后一个就是在法律上定义来说，就是签名跟盖章嘛，个人都建议一律盖手印，免得人家说你自己乱刻一个印章，然后自己乱写的这样子。因为有时候那个印章气头印签名，有些人就是假装在那边胡搞瞎搞。他今天要跟你借钱的时候，他会说我忘记带印章，我讲这样。那你就没关系，你不会忘记带手指吧？记住一件事，上面一定要让那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他写写日期，然后完全不能有涂改，那这张本票才是具有效益的。而第二个呢，就是他不还你钱了，你可以主动跟他提出，就是那请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还款，还款细化了。你以前可能先跟我借了20-30万，你是还不了这么多没关系。那你可以一个月还我2万，一个月还我5万，一个月还我1万也没关系。总而言之，只要这个人他还愿意出来面对，只要那个人他有持续乖乖的按照合约上的还款的日期还款的话，那基本上我的心态就是没关系啦。我的老大哥们都曾经教育过我一件事，人家欠你钱你不要搞到逼死人家。因为逼死人家那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收笔要抓得很刚好。有些人他就会调皮捣蛋，该丢出法律效应的时候你要丢，有的时候你要强硬的时候，不要跟他543的时候你要表现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找得到人嘛，你已经签了本票，你写了还款计划了，那记得去法院公证。法院公证很便宜，其实没有花多少钱，省得以后麻烦。
好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2个问题咯。一，他有照着时间乖乖还你；二，他没有，这没有怎么办？拿本票去法院。这个蔡阿嘎已经有拍过片告诉人家了，劳师动众很麻烦嘛，所以我个人的以往经验呢，会另外要求就是抵押品。我抵押什么都好，你有相机你就给我押相机，你有电吉他就要押电吉他，你有摩托车你就给我押摩托车，你有什么谷物、黄金、茶叶、普洱茶、什么兄弟茶什么，你全部给我拿过来。他如果还你钱，你这东西就还他嘛。总而言之，因为现在赖很方便，但是赖有一个功能大家要小心，就是它可以收回。所以你在谈好这个条件的时候，你下面你要问他说，你是否同意啊？对方交代同意啊，基本上这个就有法律效益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没有还钱啊，你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它抵押起来，变成你的财产，或是你要拿去变卖啊，这个都比从头到尾你最后人跑掉2头空都还要好。那在第3项里面，就是借钱出去怎么办？另外一个棘手的分支问题，如果这个人不见了该怎么办？抓出来啊，怎么办？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公告这个人，因为现在有 IG 嘛，有脸书嘛，有 Twitter 嘛，可以公告出这个人的照片，跟人家说啊，这个人他欠了领多少钱，现在人间蒸发消失了。啊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？因为有些人他会用你的名义继续在外面继续借钱，至少就说，我公告我早就讲了啊，你们自己还是不问我，然后也不查，你就借他钱，那是你家的事。我最近就是也会遇到这种类似的状况，你没有公告的话，那其实这个事情都还有可能会一直发生。通常在外面会借钱的人他通常不会只借你这个人的，他后面已经欠一屁股债了。所以回到头来这件事情，就是你如果前面有先做好，比如说抵押物品、签本票、有写合约，那至少你可以用你的纳税钱向法院申请，就是不管是扣押，当你要开始对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寄个存证信函给他，因为有凭有据嘛。好的，以上讲的就是一个合法的方式。但是因为你知道做这个工程业的产业嘛，你很常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啊，你很常会遇到有一些就是明明没有本事，但是又喜欢到处借钱做生意的人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民间有一些团体专门在帮人家处理这样子债务问题，我们通称为叫做资产管理公司，帮你处理资产的问题。它有合法立案的哦，也有不合法的哦，通常会有公开的行情公道价，这是算公道吗？业界大家的行情价嘛，打个比方好了啊，假设100万，我每天都觉得很烦，你看我要认真工作，我还要拍片，我还要就是做很多事情，我就因为这个100万每天在那边烦，那我就把债权卖给别人。这个时候你有本票有这些东西很方便通常外面的行情就是50%，前面先拿1成，假设我要请你帮我去讨这个100万，它的1成就是10%，也就是10万，我会先把这个10万呢交给这间公司，那这间公司呢，他就开始做很多事情哦，他会去做田野调查，他会去蹲点，他会去勤收，需要开车嘛，那他找人嘛，我们称为叫做这个车马费。之后找到人了之后呢，他就开始用一些方法跟他要钱。这个当然就很多种，就是有些人就是每天坐在他公司啊，然后那边说，你要不要还钱？你要不要还钱？你要不要还钱？就是每天一直在碎碎念。那有一些就是用古老的公告方式，你说喷漆因为在以前没有脸书、没有 IG 的时候，大家社会死亡的方法其中有一种就是到人家门口然后去泼漆，到人家门口撒名字，社会死亡法，逼到就左右邻居就说啊，你在看他们你为什么外显啊？他要蹲点嘛，因为他也怕那个人跑掉嘛，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同事啊，然后会坐在外面家门口，然后每天拿着望远镜看着你家你有没有出门啊，看你有没有买东西啊。要到了之后呢，你的前面的10%呢，就是包含在他抽佣的50%里面。这是正常价吗？蛮多都可以谈的。其实你如果真的要比较细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会依照那个人的等级去分趴数。有些债务不像是我们这种真的有在工作的人的借款，最难要的是那种什么赌债啊、赌博啊，有些人被诈赌啊，然后要钱啊，那个可能是道上黑道啊，你要跟道上兄弟收债，那个就是危险度可能又会更高嘛。有人想说，你要不要还我钱？然后马上就被带到山上去爬山，带到海边去看海啊。所以他那个趴数其实是不太一定的，就像做工程一样嘛，你会依照这个不同的危险等级，然后去增加或减少你的这个抽成的趴数。最后我要跟大家讲，如果假设今天你要借钱，你可以怎么样借钱？我觉得他第4个问题跟第1个问题其实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个方法你只要平常有在做，那同时朋友要跟你借钱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拿出单据拒绝别人借钱。其实许多人通常身上的现金就是不会留在身上，他可能会去买股票啊、基金啊、保险啊、土地啊、房屋啊这种，让你会有健康的负债，就是我每个月都要缴这个钱，把它做在一些保本，就是可以领利息的东西，所以你的现金没有很多，但是你的投资的那些保本的东西很多。当你朋友要借钱的时候，打开银行户头给他看，你看我没钱，因为我全部的钱可能都放在不动产，我可能钱都放在保险啊、股票啊。那同时呢，你如果拥有这些东西，你要借钱其实是很方便的，也就是合法的跟银行借钱，因为人难免会有遇到一些状况，或者是难免会需要急需用现金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就低声下去跟朋友借钱说啊，拜托可不可以借我一些钱，我要干嘛干嘛，打坏感情，然后又变得是从此不相往来，你就跟银行借钱就好，拿你的
股票去质押，你马上就可以拿出钱来。那或者是呢，平常就是你要上班嘛，就是你有新转的银行里面去跟他们申请贷款啊，这也是非常容易、非常快。还有呢，就是你如果有不动产，或者是还有一些是在都市计划里面的土地，那你都可以拿这个东西去跟银行贷款出来，而且它的趴数很低哦。你如果是有健康信用的人，他可能就2%、3%。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常教你们的，因为很多我们公司同事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嘛，我是不是都叫你们办信用卡？我听起来很坏，我叫你们办信用卡。我叫你们办完信用卡之后，你们一定要做的是什么？你的户头直接扣款。就是你不会忘记缴啊，而且你会知道你的户头里面有多少钱，它自动扣款，你就不会乱刷钱。但重点就是你的信用很好啊，你只要平常有用信用卡，你的信用缴款都很正常。其实你要信贷，马上很快就可以贷到钱。这些方式都是不需要去引发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前3项，佛家说的嘛，先有因才有果。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因，你就不会有这个果。在借钱的逻辑概念里面3大顺位就是你一定要记住。第一个顺位呢叫做银行，就是你跟银行借，不会跟银行吵架嘛，不会跟银行翻脸嘛，所以银行就是叫拼叫给啊。银行借不到的话，你才会到第2个 level， 叫做血缘借款，父母亲啊，就亲兄弟啊、亲戚啊，就真的有血缘关系的。第3个才会是民间友人、社会人士、道上兄弟，那个利息都很高，大家小心。然后这种就是车贷，拿你的车子叫动产，然后拿去借钱。所以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一个讨债公司的还款方法？付1000块就可以拿车，说什么车可不用押？假设你欠我钱嘛，我就带着你的身份证跟你的证件，我把你一起带去跟一个车行买车，交1000块拿车嘛，对不对？你跟那个车行借了，你的债务变成那个车行了嘛，对不对？利息其实都蛮高的哦。我拿到了这台车，对不对？我把这台车马上拿去卖掉。车行可以这样欠钱？它就是车贷啊。讲这件事情就是只是大家小心，就是你不要被人家带去硬买车。总而言之，以上这个4大项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记忆犹新，然后一辈子用不到。你一定要有一个心中的重点，就是你有多少的能力，你就做多少的事情就好。阿嬷讲，第5大的卡车你就办我这些赛后，不要搞到去借钱去做生意。我要做10万的工程，我的口袋里面一定会有100万。就是这个工程全部倒掉了之后呢，我一样都可以腰杆挺得很直，就是没关系啊，我赔你。赔完了之后呢，你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所以假设你只有100万的资本，你千万不要去干200万的事，你甚至不要去干101万的事情。超过1万跟超过100万都是欠，因为你只要超过了你的水位，你就会开始做出不太正常的判断，你就会为了赶快要弥补这个洞，去做出很多高风险的事情，或者是去找很多高风险的人借钱。先有因才有果，所以你要记住，就是借钱唯一的好处呢，就是它可以让你的朋友消失。要跟你借钱的人理由一定有很多种，但是你千万要记得，黄赌毒千万不要借。他要借钱拿去嫖、拿去开心，或者是他借钱拿去赌的，或者是买毒品的，这种你就可以直接跟他六亲不认，不需要借他。总而言之，人家说不要用金钱去测试你的友情，会发现他又一文不值。所以这集呢，基本上就是我最近的一个心得分享。这些心得分享也不是一般人会有的哦，这是我花了好几百万花来的。100万分享。但是有时候你想一想，我们这种7位数的，跟蔡阿嘎那种8位数的啊，也没事啊，还好而已嘛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这集有让你学到一些奇怪的知识的话，那你会觉得我最近被骗了7位数很可怜。那你可以买一下我们的兄弟茶。我跟借钱那个人已经不是兄弟了，但是你买了兄弟茶之后，我跟你就是兄弟了。兄弟茶现在全新上市，在我们的影片下面的链接都有。总而言之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它至少可以让你买到一个教训，那就是这礼拜的超认真少年。希望大家都不要借钱哦，拜拜。各位超认真频道的会员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本月我们的超认真的好事多呢，所提供的商品有这些。